开始很久了。我是格里高利教皇。格里高利教皇，所以这里是欧洲的中世纪。在三体世界里，历史是混乱的。亲爱的哥白尼，虽然你改了 ID， 可我们都认识你。在以前的文明中，你到东方游历过。我是亚里士多德，这位是伽利略。我是从观测和实验中去认识世界。墨子也进行了实验和观测。墨子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玄学家。墨子用他的机器，把第141号文明推进到了东汉时期。那又有什么用？我们和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量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推论，建立起宇宙的模型，再返回去用实验和观测去检验它。尊敬的伽利略，我的思想方法也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拿出你的万年历吧。教皇，我没有一本万年历，我所了解的也是在观测数据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宇宙模型。但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个模型是准确的，那也不一定能够精确地预测出太阳运行的规律，也无法拿出一本万年历。但是，无论怎样，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走出的第一步。继续。其实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无法预测出太阳的运行规律，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3个太阳，它们在相互作用下，进行着不可预测的三体运动。当我们的行星围绕着其中的一颗太阳做稳定运行的时候，就是恒纪元。当另外1颗或2颗太阳运行到一定距离内，其引力会将行星从它围绕的太阳边夺走，使其在3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游移不定时，就是乱纪元。在经历过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我们的行星再次被5颗太阳所抓获，这样渐其稳定的轨道就进入了下一个恒纪元。这就好像是一场橄榄球赛，运动员就是3颗太阳，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那颗橄榄球。烧死他！你们让我把话说完。那你见过3颗太阳吗？或者有可能别人见过？每一个人都见过。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有可能不是同一颗太阳，是3颗其中的1颗，而另外2颗太阳就是我们见到的飞星。飞星就是公转和自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如果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飞星。你缺乏最起码的科学训练。太阳是连续运行到远距离啊，根本不可能是跳跃过去的。那按你的假设，应该还有一种情况：太阳比正常状态小，但比飞星大。它应该在运行中逐渐变成飞星。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太阳。伽利略，如果你接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你在观测中就应该对太阳的结构有所了解。太阳是由深厚但稀薄的气态外层和致密灼热的内核构成的。你说得很对，但是伽利略，你显然是没有发现太阳的气态外层和我们的行星大气层之间奇特的光学作用。你继续。这就类似于一种偏振现象。当太阳距离我们一定远的时候，从我们的大气层里面观察，太阳的气态外层就变得透明而不可见。我们看到的太阳就是它的发光内核，但是我们误认为它是一颗飞星，这一点也迷惑了历史上所有的观测者。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3颗飞星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漫长寒冬的开始。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在离我们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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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按照你的理论，我们还应该有可能看到3颗正常大小的太阳，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所有文明留下来的记载，从来没有发生过。等等，历史好像有记载，有一个文明见到过2颗太阳。
那次文明立刻毁灭于灼热的烈焰中。但是记载很模糊。啊，我是达芬奇。他说的是3颗太阳，不是2颗。你这个笨蛋！哦，别碰我！教皇，按他的理论，3颗太阳一定会出现的，就像3颗飞星一样。3颗太阳当然出现过，而且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了，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因为当他们看到这样伟大的景象的时候，他们最多只能再活几秒钟的时间，他们无法逃脱死亡和灭亡。3日凌空是三体世界最具毁灭性的灾难。那个时候，行星的地表会在瞬间变成冶炼炉，高温能够融化所有的岩石。在3日凌空中毁灭的世界，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重现生命和文明。这就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原因。烧死他！这个人是谁？波吕诺。他认为宇宙没有中心，地球只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而太阳也只是宇宙中无数恒星的一个。所以你们就认定他是错的，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对的吗？有文化！你们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把我放开！你们要干什么？教皇，你就是一个程序，你们其他人不是程序就是白痴，你们就是无法接受超出你们认知范围的事情，即便是在游戏里你也无法接受。我还会登陆回来的。你回不来，在3体世界中，你将永远消失了。我会换一台电脑，换一个 ID， 到时候我会宣布我自己是谁。没用的，系统已通过伪装具记下来你的视网膜特征啊！把我放开！我说的是真理，放开我！如果你说的是真理，那就不会被烧死。游戏对找到对的方向的人是一路放行。你们要干什么？你不能这么做！喝水，喝水！所有人赶走！都水了！中世纪层次，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但在这次文明中，哥白尼成功地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三体文明将产生第一次飞跃。游戏进入第2集，欢迎您登录第2集《三体》。晋级了？怎么晋级的？我揭示了这个游戏三体宇宙中的基本结构。什么基本？宇宙基本什么？就好像他发现地球是圆的，告诉大家有万有引力。哦，那你发现什么了？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三体啊。对，名字就是答案。只不过我们之前被很多复杂的表象所干扰，却忽略掉了最重要的信息。它的名字怎么就是答案了？在三体世界中，同时存在着3颗太阳。
太阳就是飞星。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近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太阳；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飞星。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之内，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同一颗太阳，而是3颗当中的1颗。啊，这个我懂一点。所有的行星不都是太阳吗？恒星吗？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申云飞让你了解农场主的世界，那这个农场主是活在一个就是飞近了的那个星星，太阳的那个3个飞近的星星的3个太阳。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三体的文明一直是在不断的毁灭的，那它的科技水平又怎么可能超过我们人类的认知呢？是啊，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的没错。什么没错呀？这个时候赶紧通关啊！你们石头干嘛呢？怎么还没通关啊？飞金是汪淼在游记中揭示宇宙结构的关键突破口，而这个信息是他得到了叶文洁的提示，看了论文和那本书之后归纳出来。我现在不得不相信叶文洁有很大的疑点。你以前不信啊？不信，以前的推断缺少有效支撑。学校里学那套，你当所有证据都摆在你面前呀？查案子要有想象力。那帮科学家不是说了吗？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你看，现在到了论证的时候了吧？你不喜欢吃卤煮啊？我们10个都不喜欢。我就买了1份，按10人的量，你这不算什么，吃吧，啊。天天嚷嚷着要请我吃大餐，就吃这？别矫情，这不算大餐啊。哎，等会儿，我拜托你的事儿呢，叶文洁，档案图密，搞定了吗？快了，你能不能先别问了？啊？可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叶文洁很重要。你的那些假设，已经跟我说了 N 多遍了。再跟他说一次。汪淼游戏进阶了，进阶的原因是因为他揭示了游戏中宇宙的基本结构，而他破解的方法是得益于多年前的一篇论文，论文的作者是叶文洁。小张，档案图密真的靠你了啊！我可以吃了吗？吃。还是这毛病。守护家人用对药，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邀您观看《三体》精彩剧集。黄米香，入口糯，兔年怎能不思念？思念大黄米汤圆，邀您继续观看《三体》。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们下次见。咱别走那路。喜不喜欢？据我所知，射手和农场主理论在科学界并不陌生。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过无数次。所以，像这样的介绍是一种仪式，就算是对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可你不觉得这很宗教感吗？有违科学。你非常敏锐，观察力也很强，但这与宗教无关。所以我们人类真的会是2维生物一样的存在？科学的世界观是保持怀疑态度，就跟你们做新闻的一样。但其实我觉得，你对科学本身并没有那么感兴趣。没错，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那成立科学边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潘海。
据我所知，潘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科学边界的活动了吧？你跟他也没有那么熟嘛，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行为方式不一致，但是科学边界是开放的，欢迎你随时来。你们观点不同，怎么不同？你的问题问得太快了。在问这个问题前，你先需要搞清楚上一个的答案。光明，想什么呢？发什么呆呀？有时间也不多陪陪孩子。豆豆，豆豆，来，喝口水。无耻之徒，贱人！他居然说微积分是他发明的 ，Isaac Newton。那走掉那个是莱布尼茨？是他。其实我根本不屑同他争夺这项名誉。力学三定律的发现，已经使我成为近似于上帝的人。是的，那确实很伟大。要知道，从星球运行到细胞分裂，无不遵从于这3个伟大的定律。现在有了微积分这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以三定律为基础，掌握3个太阳运行的规律，指日可待。没有那么简单。你考虑过计算量吗？我看过你列出的那一系列微分方程，好像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只能求出数值解。计算量之大，就是全世界的数学家不停的工作，到世界末日也算不完。当然，如果不能尽快的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世界末日也不是太远了。冯·诺依曼。确实，也只有您能解决海量计算的问题了。没错，你带我们千里迢迢来东方，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程的计算问题吗？同来的还有莱布尼茨那个败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到东方来制造计算机呢？
计算机，计算的机器，有这种东西？您不知道计算机吗？您可是伟大的计算机之父。哦，对了，在这里这些都合理。那您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海量的计算呢？用什么？当然是用人了。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不，可是您说过，即便是全世界的数学家加起来都不够用。我们不会用数学家，我们用普通人，普通劳动力，但需要的数量巨大，最少要3000万人。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不然为什么要来到东方呢？普通人，3000万人，要3000万个懂微积分的人吗？有一个川军的笑话，你听说过吗？士兵们练列队，因为文化水平极低，连军官喊1、2、1他们都听不懂。于是军官想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士兵的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走队列的时候喊草海不海，草海不海，草海不海。哼，没想到您对东方了解这么多，而且还会这么多地方的方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这样水平的士兵就可以了，但要3000万。可是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所以，计算是如何运行的吧？陛下，请给我3个士兵，我将为您演示。3个？伟大的陛下，复杂的宇宙万物其实是由最简单的单元构成的。我只要3个。上殿。你们2个负责信号输入，就叫入1入2吧。你负责信号输出，就叫出吧。这样站成一个3角形，出是顶端，入1和入2是底边。站成楔形，攻击队形。士兵需要用专业的命令去指挥。大王睿智。给。红色代表0，白色代表1。好，现在听我说，你转身看着入1和入2。如果他们都举白灯，你就举白灯；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红灯。这种情况有3种：入1红，入2白。入1入2都是红，入1白，入2红。听明白了吗？我感觉应该换一种颜色，白色不太吉利。但他们很醒目，我们试一下。入1举白灯。
姐妹俩关系不是不好吗？还给她带孩子。陈雪人呢？怎么之前没发现呢？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杨东自杀的时候，他在哪儿？跟着麻省的研究队在南美勘测呢。现在回来了。前段时间回来了，一直住在叶文洁家的楼上，据说是叶文洁一个同事的房子，常年不住就借给他了。不过这个陈雪经常跟着研究队出国，基本都不在家。我对他做了简单的调查，没有什么疑点。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甚至跟叶文洁的接触都不多。还有别的吗？哦，还有一件事儿，申玉飞，他的公司是生产纳米产品的，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搞什么都需要懂数学，但是他突然雇佣这么多计算人员，很显然跟他公司的主业务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也调查了，公司的业务人员和这些计算人员并无接触。申玉飞有可能是在用他们做其他的事情。数学，基础物理、天体物理、应用物理，现在又多了一个数学，这真是学无止境啊！什么意思？那些数学家
300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文化？不会是？没错，是你上次坑儒时留下的那批人。他们能干啥嘛？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一支笔，负责记录运算，存储中间的运算结果。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这帮人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障清查完毕，是 CPU 状态寄存器中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陛下，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更换出错部件。诺。出错部件的所有兵卒，站！以后故障照此办理。启动太阳轨道计算软件 3Body 1.0， 启动计算主控，加载差分模块，加载不方法模块，加入初始条件参数。计算启动。看起来，这个就是秦1.0版操作系统。没错。这阵列是硬件，而这上面写的是软件。硬件和软件就如同琴和乐谱。没错，陛下，真不愧是天子。大王睿智。下去。我们将天文观测得到的3个太阳在某一时间段面的运动矢量输入，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的太阳运行状态。我们这次计算将对以后2年内的太阳做出完整的预测，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120小时。人列计算机真是一个漫长的计算。每个人如此简单的行为，竟产生如此复杂的大东西。是的，陛下，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欧洲人骂阵、独裁暴政、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其实，在严格纪律约束下的大量的人，合为一个整体后，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伟大的皇帝支持机器的机械运行，不是智慧。这些普通卑贱的人，都是一个个的零，只有在最前面加上您这样一个1，他们的整体才有意义。如果到那个时候，按你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预测不符，你跟我可连0都不是。对，到时候你们就真的啥都不是了。游戏的进程该加快了。查了半天，到最后还是没弄清楚你算的是什么，是吧？这些请来计算人员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题目，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一无所知。申玉飞花这么大力气帮魏成，应该跟他自己的事情有关。那就不能是因为爱情吗？哼。
我来，我有经验。要不等等再来？让。哎，史队，这不符合规定。我没要破门，我只是想把动静闹大点。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哟，谢谢。哎，是汴梁，不是衡量啊！我一直以为是衡量，其实它是汴梁。那你几率问题，几率问题。那你这是算出来了？没有，我只是走出了第一步。那一共有多少步呢？可能还有100多步。我这更多。那有什么可高兴的呀？错，如果走错了方向，你走多少步都是白走。但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此，我应该再喝一杯。那你算的是什么呀？哎，你到底算的什么呀？计划算法。计划算法。什么算法？哎，哥们儿，你别睡呀！什么算法啊？哎，到底算的什么？哎，你醒醒，来接着喝，别睡，来喝你来，来。他不能喝酒。哦，我没让他喝。今天史队又来问什么？啊，不问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恭喜你先生找对了方向。哎，你们研究什么呀？这是？研究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先生是搞数学的，我告诉你，他算的是1+1等于2，你有兴趣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他唯一的喜好就是数学。他这一生没有其他任何的喜好。我为了满足他的追求，我雇了很多人和他一起算。现在终于取得了成绩，我为他感到欣慰。那到底在算什么呢？
真的不能喝酒。我没有让他喝。哎，石队，申玉飞跟这个魏成好像没什么感情。对呀，她老公倒地上了，她过去先捡的羊皮垫子。你说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味道呢，到处都是验算的纸张、计算工具，还有办公用品，倒像是个工作室。说他们不是夫妻，是老板和员工更合适。是科学家都这样吗？魏成这个人，高中时候拿了布达佩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被复旦数学系免试录取了，但他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混日子，到了社会上越混越不济，最后只能去教书，结果还被学校给末位淘汰了，之后一直处于闲散状态。后来他遇到了申玉飞，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申玉飞在经济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还帮助了他的计算。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不是因为爱情，应该是申玉飞为自己，不然他为什么要找这么一废物啊？或许在申玉飞眼里，他是个天才。现在在待机。是的，只是只让一些关键的部门运作，存储已经计算好的数据，维持计算机的基础运算，以便随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运算状态，这样也能有效地减少你的人力和物力。你确实应该节省人力物力，已经计算16个月了。今天就是想向您汇报，计算机第一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这批结果数据可以精确地描述以后2年太阳运行的轨道状况。哦，快告诉朕。伟大的始皇帝，按照计算结果，这段漫长的寒夜就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一个上航机员的第一次入数。你说太阳即将要升起？是的，而且这个航机员将持续1年之久。从太阳轨道参数看，气候宜人，请让您的王国从脱水中复活吧。进炮。再过5秒，陛下，享受您的荣耀吧。圣上，不好了，计算有误，大难降临！你胡说些什么？一个观察天文的太史令也敢质疑陛下的计算机吗？你没有看到太阳精确的按照计算结果的时间升起了吗？那是几颗太阳？几颗太阳？还能是几颗太阳？太史令，你不会愚蠢到不识数吧？太阳当然是1颗，而且气温适宜。不，陛下，
是3颗，另外2颗在这一颗的后面呢。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帝国天文台的观测表明，3颗太阳成一条线，以相同的速度围绕着我们的行星运行，亘古罕见呀！3日连珠，这样我们的行星和3颗太阳形成了一条直线，而我们的世界始终处于这条直线的顶端。你肯定观察无误。当然无误，这是由帝国天文台西洋天文学家进行的，其中有开普勒和赫歇尔，他们使用的是从欧洲运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最伟大的、最尊敬的皇帝，这可是吉兆中的吉兆啊！现在3颗太阳围绕着我们的行星旋转，你的帝国撞了宇宙的中心，这是上帝对我们努力的奖赏。带我再去详细查阅一下计算结果，我会证实这一点的。冯诺依曼，你对3日连珠咋看嘛？尊敬的陛下，对于这种情况，之前的计算程序中对此没有设计，我会尽快。啥事？牛洞学士偷了一匹快马，现在已经去向不明。什么？混蛋！他竟然跑了！这个混蛋！懦夫，胆小鬼！大王，请把您的剑抽出来。干啥嘛？请您挥一挥。咋这么轻略？您穿的伪装具不能模拟失重状态，要不然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轻了很多。看那边，看那人，那马。这是咋回事嘛？圣上，3颗太阳成一线，是对我们的行星，它们的引力以相同的方向叠加到我们这里来。用电元件做成门电路，组装计算机，那样计算机的速度要快许多倍。3日连珠。空气散失，声音也不存在了。是另外2颗太阳。第184号文明在3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次文明中，牛顿建立了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同时，由于微积分和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对三体运动进行定量数学分析的基础。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再次登陆。喂，您好，首先感谢您留下了真实的电话，我是三体游戏的系统管理员，请问您的姓名、学历、工作部门和职位，
这些在您注册的时候没有填写。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吗？您玩到这个层次，就必须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拒绝，三体将对您永久关闭。姓名汪淼，学历是博士，工作是国家纳米中心的负责人。好的，汪博士，您应该符合继续进入三体的条件。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抱歉，我只是一个管理员，无法回答您的任何问题。近期会有一个三体的网友聚会，如果您还要继续玩游戏的话，欢迎您参加。在我们核实过您的信息之后，会把聚会资料发到您的邮箱，请您注意查收。孩子感冒别担心，39小儿感冒药，儿童专用感冒药。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雅迪冠能系列，超长续航，超强动力。雅迪冠能邀您继续观看《三体》。你这意思是，要不参加聚会，人就不带你玩了呗？应该是吧。那邮件呢？还没有发给我，让他审核完我的信息之后再发给我。不过这一次玩下来，我倒好像有了一个新的思路。什么新思路？三体问题虽然是物理问题，但有可能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数学？对。数学模型。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模型。有人跟你想一块儿去了，只不过比你提前了好几个月。你知道这人谁吗？谁呀？申玉飞。看来申玉飞一直也在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三体问题。他自己都没玩明白呢，让你玩。我告诉你，这几个月他请了上百位的数学家，包括她老公魏成，没日没夜的算。虽然不知道算的什么，但照你这么说，应该是三体问题。这申玉飞果然是有问题。一个科学家想着如何解决三体问题，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是不能说明什么。照你跟申玉飞这想法，那会不会下一个阶段，哎，你就成数学家？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跟你老婆熟吗？啊，我的那意思是你跟你老婆，你们两个呀，你们就是有一天你老婆喝多了，就躺那个沙发底下，这个时候你呢，就是她只是喝多，她没吐啊，然后呢，她把那沙发垫子给弄地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她平常也不这样，你就。我老婆从来就不喝酒。是，我知道她不喝酒，她平时不喝酒。喂，素菜调好了就发过来给我吧，我来剪。啊，好嘞，挂了，拜拜。我帮你把显示器关了。吓我一跳。前2天在 M 国外市的一个实验室出现意外，发生爆炸，有4名科学家，包括1名诺奖得主，不幸罹难。我知道，我看了那个新闻。没错，
你看到的是新闻。有真相？事发当天是4位科学家每月一次聚会打桥牌的日子。那天根本没有试验，怎么会有爆炸？封锁消息和让你看到新闻的，就是背后的操控者。这些你不用去调查，自然会有人揭露真相。有太多被掩盖的真相需要被揭示。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我和申玉飞确实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农场主吗？你知不知道，在非洲的一片荒原上，有个叫哈扎的原生动物，至今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他们还住在山洞里，饱受疾病的煎熬，还靠研磨草药去治愈伤口。这个时候你出现，你为他们带去了抗生素，让他们免受疾病的困扰。你带去了种子，让他们可以播种和收获，教会他们立法，还为他们带去了建筑技术，让他们可以走出山洞。你还为他们带来了一盏电灯，那么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主。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科技力量。你希望人们去抵制现在的科技发展，是因为跟主相比，他们是落后的，是这样吗？而且是有害的。确实造成了非常多的污染，水的污染、光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动物生存的环境，我们生存的环境，确实有时候想一想，科技发展好像是在破坏我们的生活。现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被广泛运用于民用？因为这些技术一旦被推广，那些原本掌握资源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切割一样。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主，可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们到底谁是烈士，谁又是小丑？你怎么进来了？你没关门吗？停止你的计算。现在停不了，刚找到方向，还有很多不要做。停止你的计算，这没有意义。我不需要有你，这是我的兴趣。你到外边等沈玉飞吧。你这个模型很逼真。请停止这无聊的举动。没寸。
我说了，停止你的计算。不是模型，是真的。我忽然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计算完全没有意义。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吗？我们方式不同，但你应该知道，我是做得出来的。报警！报警！报警！警察算什么？上帝来了都没用。让你们这群魔鬼加入我们，统帅真是瞎了眼。统帅站在哪一边，你说得清楚吗？魏成，回你房间。好。这就是我的房间。我上楼。没有意义。魏成算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方向。最近终于有了突破，我还不能确定，但你刚刚的行为告诉我，他算对了。算对了又怎么样？也许还要算很多年，也许算了很多年也算不出来。你这种做法，是在阻止主的降临。我是在拯救主。主需要你拯救吗？射手和农场主需要来自二维生物和火鸡的慰藉吗？你不是主，你不能代表主的意志。申玉飞，你聆听过主的声音吗？我们都知道主的存在，也知道主给了我们很多指引。但是这2年你们都干了什么？你们刻意封闭了主的消息，思想着与主的沟通，借你们的嘴告诉我们要这样要那样。难道我不能怀疑你们在扭曲和篡改主的意志吗？魏成只走出了小小的一步，没有人知道。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对是错，但是我知道。没有主的指引，我怎么可能知道？主无所不知。主不应该为你们所掌控。主在乎。新的接收系统已经安装调试结束，可以让我们对半人马座方向所有波段的接收扩大到最大范围。我会过去亲自盯着。还有，潘寒的话我想了很久，他问我，你聆听过主的声音？他用的是聆听这个词。你放心，我会处理好接收系统。Getting out of control. The North American sector has had 4 terrorist attacks. It seems as though the enemy is escalating. We just get 1 case in our sector so far, but it caused bad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General Chen, how about Beijing sector? 目前还算稳定，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能确认这些事件与我们调查有关系吗？ Yes, we managed to capture a few suspects. What I find odd, though, is that most of them are known environmentalists and pacifists, but somehow they're turning into violent terrorists, using the same slogan. 主将降临，惩罚罪恶。又这个主，什么主？农场主，惩罚罪恶，惩罚谁呀？惩罚火鸡。那这些闹事儿的人算什么？不也是火鸡吗？就算真的主会降临，我看这些人也是利用所谓的主在搞事情。这种规模的恶性事件没有在我们战区出现，但是呢，也要严密关注。我关注谁呀？我都不知道主到底是什么。老常，你刚刚说那些闹事儿的，有些是和平主义者，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他们跟科学边界有没有关系啊？我怎么感觉这科学边界特像一个人力资源部在选人呢？那他们背后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庞大的组织啊？那个汪淼不是已经通过他们的审核了吗？啊，我希望面试邮件他能够早点收到。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你有多久没来过了？你把魏成藏起来，是打算让他继续计算吗？你们升级了在北美和欧洲的行动。这是恐怖分子才会干的事儿。我在执行主的意志，主将降临，惩罚罪恶。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天真的拯救派！你们阻止拯救，就是为了达到你们毁灭的目的。难道现在的一切不值得毁灭？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统帅的原话。人类社会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我们请主降临，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这才是统帅的原话，也是我们的纲领。你纲领倒是背得很熟，那请主降临不就是我们的纲领？你们拯救派在做什么？你们天真的以为那些所谓的拯救就可以解决主的问题吗？那你们又做了什么？你们截留主的信息，篡改主的意志，在组织内部进行无休止的洗脑和恐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吗？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全人类。人类本来就是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就应该为此受到惩罚。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这个纲领算是秘密吗？毁灭的只是人类，而改变的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叫降临派，而不是毁灭派。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你曾经也是降临派，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却变成了拯救派。不过还好，你没有成为那帮更可笑的幸存派。其实你我都清楚，我们都没有机会亲历主的降临。现在这个世界早已是残破不堪，可你却恐惧改变，把改变视为是毁灭。只有真正无惧牺牲的人，才会把这一切视为是降临。你了解过主的意志吗？
我会聆听到主的声音。停止魏城的计策，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人类果然不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我会继续抱有幻想，拯救这个世界的残破不堪。Wei Cheng is still working on the calculation. You think we'll make it? Shen Yufei said she would be able to hear the voice from the Lord. You think so? I want her to stop. Completely. You said it's only human beings who are annihilated while the world is changed. I have a question. A question that is quite unusual of you. Commander, which side is she? The Adventists, the Redemptionists, or the Survivors? She is the commander. So why would she choose a side? 他们怎么还没给你发邮件啊？会不会忘了？这才1天的时间，别急啊。怎么了？意外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好好想想，是谁让你接触科学边界的？你呀？我是说，是从谁开始你接触科学边界的？申玉飞啊。是谁让你看见宇宙闪烁的？申玉飞啊。那是谁让你玩三体游戏的？申玉飞啊！哎，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拐弯啊？你好好想想。没有叶文洁，你看得见宇宙闪烁吗？没有叶文洁，你搞得明白飞星吗？你搞明白飞星，你玩得通游戏吗？不是我怀疑他，是我不得不怀疑他。我查的哪儿都是他。申玉飞订了一张去海市的车票 ，K1303 10点13发车。现在已经上车了。等，海市，申玉飞，海市，申玉飞那家外资公司在齐家屯有一个红参厂，齐家屯就挨着海市啊。从海市再到齐家屯只要半个小时。纳米技术搞得了红参吗？前2天，基地老朋友过来看我，拿着。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谢谢您啊。他应该是出差啊。这哪跟哪儿啊？前门楼子胯骨轴子。我说的是纳米技术搞得了红参吗？不对。什么不对？搞不了。叶文洁送你红参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不知道申宇飞的公司还有一家红参厂。这儿呢。齐家屯39号，电脑用一下。你给叶文洁打个电话。现在啊？对，现在。这个红参厂的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销量，应该还处于研发阶段。没人接，10点多估计已经睡了。叶文洁的朋友正好买了申玉飞红参厂产的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的红参，送给他，他再送给你，这么巧吗？就这玩意儿，
保质期6年，生产日期2年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申玉飞跟叶文洁早就接触过。喂，好的，查到了，叶文洁也买了海狮的车票。你不是一直怀疑叶文洁吗？发现她跟申玉飞有关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脱密档案，脱密档案，叶文洁的脱密档案，你拖了很久了。你便秘了是怎么地呀？喂，门外有个人要杀你。挂掉电话之后，按冲水按钮，之后什么都不要做，等听到3下敲门声之后开门离开。你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挂电话，摁冲水，听到3声敲门之后离开。
开始动手了。刚刚要不是陈雪，你不爱我了吗？我怎么办呀？现在没事了，还是让陈雪送您回去吧。设备那边有专业的人员，我也会亲自盯着。前2天，齐猎头的儿子告诉我，屯里来了一个支教的外国人，教孩子们保护云山，保护云雀，还特别喜欢种树。是他。他已经在屯子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的系统会暴露吗？暴不暴露重要吗？前面是山海关站。给过我们任何声音。沉默也是声音。 10点多才回来，5点钟就要走，说出差就出差，你哪儿那么急呀？嘘，小点声，别把豆豆吵醒了。这不是没办法，工作需要吗？去哪儿啊？要去一趟海市，那边有一个纳米红参加工厂，过
过去考察一下。车程都30多个小时呢，你得3、4天了吧？尽快回来。不，这个带着，路上垫吧垫。好，行，好嘞。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了。孩子感冒别担心，39小儿感冒药，儿童专用感冒药。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雅迪冠能系列超长续航、超强动力，雅迪冠能邀您继续观看《三体》。怎么了？看着怎么有点不高兴呢？起早了？你有起床气，或者是你媳妇儿有起床气？你媳妇儿也起早了？啊？你昨晚没睡好吧？精神有点格外亢奋。我属于自嗨型的。昨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没查到有这个点儿飞东北的航班。你订的哪个航空公司？SA341。SA 是哪个航空公司啊？SA341是武装直升机。啊？啊什么？时间太赶了，本来老常应该给我们准备歼10的。SA341凑合吧，啊，反正2个小时就到东北了，时间宽裕，到时候还能来得及吃个早饭。安全吗？放心吧，有我呢，掉不下去。这就是你说早点的吗？啊！哎呀，凑合吃吧。咱在火车上要窝20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也不买张正经车票啊？老常搞得定军队，搞不定铁道部。咱们在车上来来回回走这么几趟了，也没见着他们人啊。吃完了再收拾点，地毯再收上。车票、身份证收拾一下。要不让你的兄弟单位帮忙找找看。同志，车票、身份证出示一下。上一站上车的，没问题吧？没问题。怎么了？出事了是吧？排查了。这尸体啊，在前几站的时候就已经抬下车了。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3个多小时，这门一直都是锁着的，而且当时人们都在睡觉，没人注意。这第2天早上门还是锁着，乘务员敲门敲了半天都没开，用钥匙开门之后才发现人已经死了。你刚才说是脖子直接被拧断了？对，这凶手身手很好，而且很专业，所有跟死者有关的身份信息都给出来了。咱们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也没见着申玉飞和叶文洁啊。有人提前下车吗？这哪知道啊？行，兄弟，那你辛苦了啊！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你。行。车上出了命案了，他们又不在车上，这不对呀。你什么意思啊？打电话，给那个叶老师打电话，昨天不是没打通吗？接着打。打呀！经理的。
喂，叶老师啊，有些问题我想当面跟您请教一下。我现在不在北京。哦，您去哪儿了？我回西家屯了，来看我的几个老朋友。去齐家屯坐火车得30多个小时吧，太辛苦了。是啊，本来是想乘火车回去，可途中需要30多个小时，朋友怕我累着，就给我安排了汽车，这样能快一点，中间还可以随时能下车休息休息。叶老师，红岸基地就在齐家屯吧？我也想去看看，您看方便吗？好吧，我在齐家屯等你。好，叶老师再见。您是让汪淼来红岸？有些事情，他早晚都需要知道。现在我们只能查到他们有没有买票，后面的事儿目前都没法确认，得安排人查呀。你觉得死人的事儿跟他们有关系啊？不排除有关系。不是，警察都已经说了，那个人比我都要高，比我都要重，而且被人一下拧断脖子。你觉得叶老师能做到吗？还是真一非有这个身手？有道理，不过还是那种感觉，太巧合了。关键是我们现在被困在火车上，什么也查不了啊。还有10多个小时呢，连叶老师都知道坐汽车比坐火车快，你就不能让那个什么 S4A、361什么的把我们直接给送到齐家屯吗？人都说科学家挺明白事儿，你怎么这样？10几个小时也不算长，正好思考思考问题。可以想想你那个什么纳米飞刀，我什么资料都没带。那就睡一会儿，正好卧铺都空出来。我不在这儿睡。
继续工作吧。我们对犯人码头方向所有波段的接收已经扩大到最大范围，但还是没有任何信息。继续监督。是。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统帅，这套接收系统是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都撤了。您这么做，是认可降临派与主联系的事实了吗？我承认主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收到主的信息，说明主可以联络到我们，并且愿意联络我们，我们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如果主不愿意联络我们，而是选择了降临派，我们所做的一切就都失去意义了。如果我们和他们都收不到主的信息，可能需要我们去改变他们。我懂了。不要沮丧，这不是什么坏事。统帅，安排好了，接收系统全部拆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你先回北京，王淼可能很快就到了，最好不要让他看到我们在一起。喂，康涵，是我。统帅，请告诉伊文斯，
我们应该见一面了。我在红岸。是。到村口了，叶文洁跟你约在这儿吗？对，叶老师说会有村民出来接我，然后我就在村口大柏树底下等着，应该就是这棵。时候差不多了，那你等他一会儿，我去趟村委会，我了解一下申玉飞那个红参厂。好。哎，你一会儿见着叶文洁啊，他跟你说什么，你记清楚点，回头跟我说。放心吧。啊，是猫鸟吧？你是猫鸟吧？啊，是我。我齐建国，上车。叶老师让我来接你了，上车上车。啊，好。慢点，小心点。不好了，路面不好走。叶老师会经常回来吗？不常回来。在他年轻那会儿跟俺们那待过，就庄子家，跟俺们贼铁。说你们屯子里边有个红参厂？对，是有一个，是外国人开的，在我们那包了老大一片地了，说是能带到我们那嘎达再就业，我觉得挺好的。要是不想干农活，就搁厂子里上班呗。上班啊？那都做什么呀？啊，洗人参、挖人参、捡人参，还帮他们开厂子。叶老师跟这个红参厂有关系吗？没什么关系吧，那都是外国人开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哦，对了，那里边有个手电，是叶老师让我给你的。哦。叶老师，叶老师，就是这里啊。对，这就是红岸。虽然当时我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可离开之后，还是很想念这里。现在基地荒废了，可能是因为拆除成本太高，所以除了一些重要的科研设备早就搬走了以外，红岸的整体框架还保留着。
就是红岸。这两边原来都是一些机器和设备。今天下午5点要对发射地点接受进入城市设备间，因为这儿还有那边，原来都是设备。我刚到红岸的时候，就负责检修。这里就是红岸的监听部门了。叶老师，上次您说您调离了发射部门，就是被调到了这里吧？是的。当时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才是红岸的核心。核心，那就涉及到了红岸的真实用途。我知道，这部分内容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透明。既然
你都已经来到这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我就是在这儿知道了洪案真实的情况。但你总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的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反正你要注意分寸，我知道该怎么说。小叶，来进来。小叶，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调你来监听部工作。我现在来向你说明一下监听部的工作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对敌人在太空中的一切行为做一个监视，包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之间的通讯，锁定敌人航天器的轨道位置，与我航空测控部门配合，为红岸基地的作战提供依据。可以说，这儿就是红岸的眼睛。雷政委，我觉得你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跟他说这些？